2017年2月13日上午9点左右，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航厦大厅内如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就在刚刚，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神秘男子在机场内咖啡厅的角落的监视器正下方的盲区坐下，一个年轻女子坐在了他的对面。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了，从2-3个月之前开始，他们就每隔一段时间像这样会面，而几乎每次见面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按照这位自称是 YouTuber 的男人的指示，整蛊他指定的陌生对象，并拍摄恶作剧影片。前几次的恶作剧中，这个年轻女子的手上被男子涂上了橙汁或是婴儿油之类的液体，然后从背后抹脸偷袭被整蛊目标。通过配合拍摄影片，女子从男人那里获得了可观的报酬。而这次的恶作剧形式也和之前一样，在男子指定了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光头男子后，他告诉女子具体的行动计划。就在同时，在机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另一个年轻女子也被下达了同样的恶作剧指示。她被下达的整蛊命令是从男演员的背后突袭，将液体抹在他的眼睛。与另外一名女子一样，她的手上也被涂上了恶作剧使用的不明液体。由于此前几个月以来一直都是如此，所以他们没有丝毫疑问，按照指示向被指定的目标身后跟去。机场里人来人往，没人会注意这两个年轻女子在朝那个所谓的男演员走去，并准备给他来个出其不备的恶作剧。而这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今天的目标并不是像之前那样的普通陌生人，而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异母兄金正男。而在这个机场内，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与策划这一切的，只有躲在各个暗处的北韩特工们。此时的吉隆坡机场跑道上，一架来自平壤的客机正在等待着他们。视线来到背着黑色包被指定为整蛊对象的金正男，他那趟飞往中国澳门的航班不到1个小时就要起飞了。他准备到机场内的电话亭打电话给自己在目的地的友人，告知一下行程。在他走向电话亭的途中，他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但其实这时的他已经被2名女子盯上，他们一前一后，渐渐地朝毫无警觉的金正男靠近。此时，躲藏在人群中的北韩特工们正注视着这一切。一场在几个月之前就被精心策划与部署的政治暗杀，即将在机场航厦内的监视器下清晰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而即将实施这场刺杀行动的2名年轻女子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制造一起成为世界焦点的谋杀案，更不知道那个男人是离他们遥远且神秘国度北韩的独裁者金正恩的哥哥。那么那天在机场内到底发生了什么？金正男是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刺杀的？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阴谋？欢迎打开 Zero 档案，下面就快点上订阅，我们将为您讲述金家废太子金正男被暗杀背后的故事。正男应该学经济，那样才能领导民族。这是金日成对他的长孙寄予的厚望，这句话也代表着对白头山未来第3代王的肯定，这是后来的3胖同志都不曾获得过的认证。说起来，金正男应该算是个私生子。金正日20多岁时就阅女无数，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女人，而程慧琳是他真正爱上的第一个。程慧琳比金正日年长3岁，是金正日的一个朋友的嫂子。从平壤艺术学校毕业后，19岁的程慧琳嫁给了当时政治经济上最佳的新郎，朝鲜作家同盟委员长、著名作家李基永之长子李平。程慧琳与李平之间生有1女。婚后进入戏剧电影大学的程慧琳毕业于导演专业，她从电影《分界线村庄》为处女作，逐渐成长为朝鲜最出色的女演员。上世纪60年代末，经常到制片厂指导工作的金正日看中了程慧琳。那时的程慧琳虽是主演多部电影的著名演员，但是因阶级成分不好而未能提升演员等级，也没能入党。程慧琳是金正日心中的理想型美女，而且年幼丧母的金正日似乎从比自己年长的程慧琳身上感受到了母爱的关怀。再加上程慧琳能够与金正日彻夜长谈的电影专业知识，这是金正日为之倾情的原因之一。
程慧琳的姐姐程慧郎在她的《藤树屋》一书中这样描述金正日对其妹妹的感受：对于父亲被继母夺走，在孤独的彷徨中度过青春期的金正日来讲，嫂子或许唤醒了他的母爱享受。身材高挑，纤细的上身线条，导演们执着坚持拍摄的侧脸，完美的鼻梁和柔顺端庄的唇线，可谓是慧琳相貌上的特征。金正日当时正与继母金圣爱展开争权夺势的明争暗斗，但是他仍然冒着与有夫之妇同居的骂名，将程慧琳招至自己的官邸。可见金正日对程慧琳的喜爱有多深。程慧琳与李萍正式离婚后，从1968年开始再没有出演过一部电影。他与金正日恋爱了，1969年开始他们同居。1970年，怀有身孕的程慧琳搬入了当时金日成直系家属生活的5号宅。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是绝密。据后来脱北的程慧琳闺蜜金英顺回忆，有一天，她的家里突然来了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的人员。就这样，金英顺被拉到了关押政治犯的咸镜北道耀德收容所，服了9年的刑后才被放出来。这是为了隐藏程慧琳，并堵住认识她的朋友的嘴。金正日与程慧琳的交往本身就是秘密，那么生子更是绝密了。1971年，金正男秘密出生在金正日的官邸。出生时，由于母亲程慧琳曾是有夫之妇，而且与金正日仅是同居关系，并不被金日成认可。正因如此，金正男也不能公开身份到学校读书和外出活动。据说那段时间，金正男的管理和教育都交给官邸内的卫官。金正男后来回忆，虽然我住在宽敞的房子里，拥有我想要的一切，但我的童年实际上是在没有铁栏的监狱里度过的。当年满30岁，面临结婚压力的金正日终于在1975年左右向金日成坦白自己其实已有孩子，并将其悄悄带到金日成处时，金日成刚开始非常生气，但后来看到自己的孙子就转怒为喜了。那些追随金日成的老将军们也把金正男视作孙子一样。金正日对金正男宠爱有加，父子俩会一起睡觉，一起吃晚饭。每次吃饭时总是把他放在桌上喂他，甚至让他在吃饭前在奶壶里小便。当金正日太忙碌未能回家时，他会打电话给儿子。金正日曾将金正男视为继承人，他经常带着金正男到自己的会议室，指着中央的位置说，那是你长大后发号施令的地方。金日成也曾经说过，正男应该学经济，那样才能领导民族。据后来脱北的金正男表哥李汉英回忆，金正日3岁授予他少将军衔，4岁授予中将军衔，5岁授予上将军衔，6岁授予大将军衔，7岁授予元帅军衔，8岁被封为大元帅，并让他穿上军服。周围的人都对他称呼为队长同志。小时候的金正男每年都会收到一份不可思议的生日礼物。为配合5月10日金正男的生日，每年4月中旬左右都会有一个礼品购买团出发，他们前往日本、香港、新加坡、德国、奥地利等地，总共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礼物。年幼的金正男每年都会收到连成年人都瞠目结舌的生日礼物，包括衣服、鞋子、游乐设施、游戏机、镶钻手表、镀金玩具手枪等。当然，存放这些玩具也需要空间，据说这个房间的面积约为300平。对于从小享受特权的金正男来说，他的性格在早期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颇为专制、自我放纵。据说，小时候的金正男去莫斯科时，看到各国外交官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他像以前在朝鲜那样命令他们，说让他们都来吧。身边陪同的人解释说，这是另一个国家，不能这样做。这让金正男感到很沮丧。还有一次，在飞往平壤的高丽航空飞机上，金正男击打了一名张着嘴打瞌睡的朝鲜男子的头，并开始打架，并说道，你张着嘴睡觉，真是太下流了，给朝鲜带来了耻辱。而当男子看到金正男身后站着的安全部门官员时，感到非常震惊，只是说了句，我错了。除了各种昂贵的礼物和美食外，金正男还是在北韩为数不多可以尽情地观看南韩的电视或电影而不被处决的人。即使是他的表兄弟李汉英，
如果没有程慧琳和金正男在身边，也没有权利看韩国的电视或电影。金正男在北韩拥有的特权是其他北韩孩子怎么也比不上，更何况他还是得到过金日成认证的第3代金太阳。但本应该遵循金日成的指示领导民族的金正男，却很快遇到了他的对手。由于金日成的反对，金正日的同居女人程慧琳和金正男当时在朝鲜绝对是不能被暴露的人物。程慧琳虽然独享金正日的关心和宠爱，但是要过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她生活的官邸等于是华丽的监狱。1974年，在金日成的催促下，金正日与金英淑结婚。但对于金英淑，金正日并没有什么好感，仅仅只是无法违抗自己老爹的命令而已。关于金英淑，外界几乎没什么了解，只有程慧郎在《藤树屋》一书中提到，金英淑除了是父亲面前的合法妻子之外，不具有任何意义。她连公民证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和文件。据说当初金正日对程慧琳有过不少苦恼，因为事情迟早会暴露并传到金日成的耳朵里。金正日的妹妹金敬基得知此事后，向程慧琳发出了最后通牒：姐姐比我哥哥年长，也是结过婚有孩子的女人，正男我会抚养成人，你就离开这里吧，今后的生活我们会保障。金敬基的此番话不一定带有恶意，但是给程慧琳的精神打击一定会很大。长期被禁锢在金正日的深宫之中的程慧琳，因为担心不知何时自己会被撵出去，孩子也会被人夺走，她开始患上严重的不安感、抑郁症、神经衰弱、神经质等多种疾病，健康极度恶化。最终从1974年开始，程慧琳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而就在程慧琳走后没多久，花心的金正日又迎来了他的第2个同居的情人高英基。高英基传言1952年生于日本大阪，日文名为高田基。1960年代随同父母回到朝鲜之后，他于1970年代进入平壤万寿台艺术剧院任舞蹈演员，很快成为该剧院的首席演员，后加入欢乐组。从1975年开始，高英基就出现在金正日每周举行的秘密宴会上。所谓的秘密宴会，其实就是金正日定期邀请亲信，在欢乐组美女的陪伴下寻欢作乐，甚至直接开无遮拦大会。但不知道从哪次宴会开始，金正日的旁边就有了一个专属的女伴，专门为首长服务。原来阅女无数的金正日看中了这个年仅23岁、名叫高英基的水嫩姑娘。据说高英基的相貌酷似金正日所言最漂亮的日本女演员吉永小百合。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坐在领导人同志的身旁，在聚会场所与金正日出入成双，还亲手为金正日脱下外套，并陪金正日跳舞。金正日经常带着他开着迈巴赫兜风，通宵达旦地在车内听韩国歌曲。此时的金正日早已把程慧琳抛之脑后，开始了他的第2段热恋。从1977年开始，高英基与36岁的金正日同居，再也没有参加过聚会。到了1979年，金正日干脆将高英基搬到自己在昌光山的官邸。而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身为旅日归国侨胞的高英基几乎不怎么被朝鲜官方报道。1981年，高英基生下第1个儿子金正哲；1983年又生下第2个儿子金正文。据金正日的厨师日本人藤本健二的描述，高英基看起来是性格比较开朗、友善、有耐心。金正日对高英基极度信赖，甚至允许他带着孩子们到欧洲旅行或到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他居住在平壤昌光山金正日官邸，金正日到各地出巡时陪伴在其左右，堪称事实上的第1夫人。在生下同父异母的姊妹后，金正男在继位路上也从此有了竞争对手，但到此为止，由于他长子的身份，他仍然是白头山血统继承的最佳人选。虽然普通北韩民众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作为白头山血统的继承人，是必须要出去见识一下世界的。被当作第3代太阳来培养的金正男，9岁被送往瑞士留学，19岁返回平壤。这是白头山血统的特权，
普通外交官和高官的子女如果想出国留学，仅限于东欧国家，而到西方国家留学则被金正日无条件拒绝。金正男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返回朝鲜后，开始在 IT 和军事领域担任要职。此后，他和金正日考察了朝鲜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据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在欧洲长期居住，他似乎学到了自由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并与金正日发生了意见冲突。在这一点上，后来同样在瑞士留学的金正恩比他的异母兄金正男更会隐藏自己的想法。接触过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金正恩从来不会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表现出任何想法。金正男之所以后来被踢出继承人身份，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他在2001年的那次日本非法移民事件有关。那也是金正男第一次以北韩接班人身份出现在全世界人面前。2001年5月1日，金正男与3名同伴试图进入日本时被列为非法移民并被拘留。金正男自称是居住在中南美洲的韩国商人，后来这3位同伴被透露是他的配偶申英基、申英基的表弟李庆熙和他年幼的儿子。然而，金正男因不会说一句西班牙语，而且钱包里的钱太多，引起了怀疑。据说他钱包里的100美元和1万日元纸币都有3厘米厚。被驱逐时，手表是劳力士，陪同的李庆熙携带的是路易威登包。日本政府担心此事升级为外交问题，3天后就驱逐了金正男。在此之前，金正男经常使用假护照进入日本，这次使用的是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据说此行的目的是带儿子去东京迪士尼乐园玩。当时金正男被驱逐出日本一事闹得沸沸扬扬，那段时间金正男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头条新闻中，但北韩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据说当时正在与外国首脑会谈的金正日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可以想象的是，那时的金正恩已经长大，接近成年，他的母亲高英基肯定在找一切方法为自己的儿子成为接班人铺路。而这次事件无疑是他在金正日面前排挤金正男的绝好机会。身为长子，金正男在金正日的纵容下自由地周游世界，经常在澳门、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法国等地旅游，并且发生过许多金正男被目击的事件。这难免会让金正日觉得金正男并不那么可靠。据金正日的日本厨师藤本健二称，他从未在受邀参加的任何聚会或高层聚会上见过金正男，而是证实金正恩总是出现在聚会上。因此，藤本有一种直觉，认为金正恩将会是北韩的接班人。尽管金正男在成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逐渐失去了父亲的关注，离接班人的位置也越来越远，但是金正日对金正男的感情却并未消失。正因如此，至少在金正日去世之前，金正男还可以自由地在国外徘徊，偶尔可以自由地回到平壤，并且能够过上没有任何短缺的生活。自1994年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对健康异常重视，身边仅主治医生就有70名，而这些医生都是北韩各医学专科的权威人士，其中有平壤医科大学出身人士和海归派人士。这些医生24小时在警卫的保护下随时待命，但有关他们的信息全都是保密，因此他们甚至被称为影子医生。但由于怕担责，陷入权力的斗争中，这些国内的医生不会轻易为领导人同志做手术，所以就经常有国外的医生飞往平壤为其诊断治疗。日本富士 TV 新闻网曾于2008年10月报道称，金正男在访问巴黎期间与脑神经外科医生见面，之后那位医生前往平壤。他们拍到一位看似是金正男的男性进入巴黎市内医院脑神经外科病房，过2小时之后走出医院，搭乘黑色高级轿车离开。为最高领袖物色医生，金正男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这足以说明金正男得到了金正日的肯定。自从2008年金正日中风传闻后，接班人的确认被提上日程。2009年，
金正恩在党内和军内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北韩内部开始秘密传播金正恩的称号，如青年大将和伟大同志，表明他已被金正日选为接班人。2010年9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并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标志着他继承人地位的正式确认，也是其首次公开露面。而金正男之所以被排除在北韩继任者体系之外，有分析认为是因为他的一些有改革意向的言论。他过去曾表示，当他成为领导人后将进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他还告诉他的儿子金韩松要时刻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着想。2010年9月，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反正国家很快就会失败，回去那里有什么用。金正男还在谈到金正恩成为正式继承人时表示，我个人反对第三代世袭继承人。朝鲜第三代世袭继承一定有内部因素，如果有内部因素，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这一点。换言之，他个人虽然反对三代世袭制，但认为如果北韩因自身内部因素而决定，就应该遵循。这一说法不能算是完全的批评。像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登上高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所有潜在的对自己权力有威胁的人，金正恩也不例外。不管金正恩内心是怎么样想的，可以确定的是，金正日死后，金正男就再也没有回到平壤的机会了。因为一山不容二虎，金正男过起了亡命天涯的生活。有媒体曾在 Facebook 上找到金正男的主页，该主页上注册的姓名是金哲。他的这个账号于2008年注册，头像是一只手拿胡萝卜的松鼠，于2015年11月更换。但他在 Facebook 上并不活跃。在个人信息中，他也注明自己曾就读于日内瓦国际学校。在金正日去世以后，金正男就一直用金哲这个名字在世界各地流亡。金正日在世时，他每年能收到大约20万到50万美元生活费。金正日去世后，他的生活费被切断。张承泽认为金正男将成为北韩的接班人，因此张承泽经常寄钱给金正男，总共金额大概在700万美元。张承泽还在得知金正恩对他的暗杀命令后，在暗中多次撤回和阻挠了暗杀的命令。但当2013年金正恩处决了张承泽后，金正男不仅失去了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且还面临着随时可能被北韩特工暗杀的风险。有传闻说，自2012年底左右以来，金正男一直试图在韩国寻求庇护，甚至有消息说他已经流亡到了韩国。但这个消息被韩国国家情报院否认，金正男本人也强烈否认。后又有曝光消息，韩国国家情报院试图帮金正男到韩国，但金正男其实想去欧洲或美国。欧洲对有关朝鲜的信息并不感兴趣，想要特殊待遇的金正男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也破裂了。据说，金正男对自己家族统治朝鲜感到不满，并时常陷入忧虑之中。据称，金正男有一次在一家餐厅喝醉了，突然开枪自渡。他对自己感到厌恶，因为即使全国各地饿死的情况不断发生，他仍然过着放荡的生活，沉迷于酒精和女人。据与金正男一起在瑞士上学的同学透露，金正男擅长画画，有幽默感，为人谦虚，从不张扬，时常为自己作为独裁者的孙子或儿子感到不自在。金正男与申正熙结婚并育有一子，而除了原配妻子申正熙之外，还有许多同居者。在金正男的儿子中，长子金韩松很有名，他毕业于波斯尼亚莫斯塔尔世界联合学院，并于秋季进入法国勒阿弗尔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他表现出了与其父亲金正男一样的看法。他曾表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国家人民却在挨饿，而我却是唯一一个吃着好东西的人。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五味洋治与金正男有过直接接触，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约150次交流，并在澳门和北京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这些交流内容后来被五味洋治整理，并于2012年在日本出版了《父亲金正日和我金正男独家告白》一书。在这本书中，五味洋治详细记录了他与金正男的互动，以及金正男对朝鲜政治的看法。据说他与五味洋治关系甚好，
维持了数年的友谊，曾在澳门、新加坡等地亲自见面、喝酒打招呼。金正男同意写下他分享的故事。金正男的观点以访谈的形式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然而，金正男因此受到平壤的严厉警告，被迫不得提及任何政治内容。就在五味杨志准备出版一本书时，金正日突然去世了。金正男多次要求其停止出版，但最终这本书还是出版了。在这本书出版后，金正男对内容感到不满。他认为五味杨志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完整同意就公开了部分敏感内容，但五味杨志称自己在出版前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告知金正男，由此可见金正男可能对书中披露的细节感到意外，认为这可能对他的安全造成影响。最后，金正男与五味杨志的关系破裂，失去联系。有分析认为，金正男在金正日时代被指定为接班人期间，实施了许多为人民服务的政策，因此在朝鲜受到好评。每个人都对金正男时代的生活改善抱有很高的期望。相反，他在澳门等地声称对权力没有兴趣，却喜欢赌博。这些古怪行为可能是他想打消掌权后金正恩对他的怀疑。这与朝鲜王朝被排挤的长子们透过饮酒、歌舞、亲近女性等方式故意失去民意，试图表明自己对王权不感兴趣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在金正日的孩子中，金正男是唯一同时得到过祖父金日成与父亲金正日双重认证的皇子，而金正恩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透过努力来改变这一点的。正男应该领导民族。正是祖父金日成的那句话，让金正恩的心里有了深深的自卑感，这让他时时刻刻都感到不安。而要消除这种不安的唯一方法就是干掉他。马来西亚当地时间2017年2月13日大约9点多，吉隆坡国际机场航厦内，一名背着黑色的包、穿着灰色外套的光头男子正在向航厦内的警卫求助。好痛好痛，被喷液体了，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被液体喷雾击中了。这名在监控画面中向警卫人员求助的男子就是金正男。此时的他身体已经出现明显异样，呼吸感到非常困难，但他还是努力地向警卫解释着自己的状况，希望得到帮助。仅仅就在几分钟之前，他匆忙赶向2航厦的柜台服务人员说明他的状况。他本来要赶搭早上10点由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澳门的航班，才刚刚走到电话亭要拨电话通知友人，忽然出现2名女子，一前一后凑到他身边，其中一个从背后遮住他的双眼，像跟朋友一样玩闹般地问他：“猜猜我是谁？”他惊觉到一股机油的臭味从他的手中传来，立刻甩开他的手，并往旁边退了几步。当他勉强睁开沾到油污的双眼，只看见前方那位长头发女子说了句“对不起”，就跑开了。他忽然觉得浑身都很不舒服，嘴巴有点抽搐、麻痹感，左腿也有点失去知觉，呼吸变得非常不顺畅，一跛一跛地走到航厦柜台，希望有人可以协助他就医。事出突然，2航厦的警卫护送他到机场附设的诊所进行简单的诊疗，还来不及向医生再次说明他的状况，就逐渐失去意识，间断性的痉挛不停发作，血压极高，几乎测不到脉搏，嘴角甚至开始冒出血泡。医生依照经验判断是疑似神经中毒的症状，注射了1毫克的阿托品跟肾上腺素，解毒剂尚未来得及生效，紧接着排除他口中的血泡和呕吐物，插管之后准备转往不成医院。可惜还没送到医院，他就在救护车上失去生命迹象。此时机场也早已寻不见那2名形迹可疑的女子了，但发生一切都被机场里的监视器记录了下来。国际机场发生凶杀案，惊动马来西亚全国上下。此时的马来西亚警方并不知道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于是随即就公开了机场的监视器画面，希望大众能协助指认，帮助警方逮捕2名行凶的女子。警察检查了他随身的后背包，护照上的名字叫金哲，国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信息更加让马来西亚政府不敢疏忽，因为能够离开那个铁幕国家，在各国之间自由飞来飞去的人，身份应该相当特殊。
除了一台尚待破解的笔记本计算机外，在金哲的背包内还发现了13万美金现钞，以及12瓶作为解毒剂的阿托品。仿佛早他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随身背着救命的药品，只是他万万没料到对方下手这么重，这么突然，甚至还选在人来人往的国际机场。12瓶解毒剂完全无用武之地。让追踪嫌犯的警察没想到的是，隔天那个从背后遮住金哲双眼的女子，居然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事发的机场航厦。而就在他准备搭出租车离开的时候，早就锁定目标的警察请他下车，要他回局里配合调查。这名叫段世香的越南女子开始相当配合，一直到最后被上了手铐，她恐慌的神情才展露出来。2天后，另一名印尼籍女子西蒂艾莎也被逮捕，她是段世香的同伙，也就是金哲最后看见的那名长发女子。他们2人几乎是一样的说辞：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我只是在录整人影片而已。按雇主的要求，他和段世香2人在机场随机挑选旅客，用抹油、遮眼睛、砸奶油等通俗的整人手段，记录夸张搞笑的影片。警方根据他们的供词，抽丝剥茧出几个跟他们接洽的人物，可以确定至少有4位北朝鲜男子跟他们见过面，当天也有在机场现身，其中还有日本人涉案，总计涉案人数约在8至11人之间。西蒂说，介绍他拍整人影片的是一位叫做詹姆斯的日本人，而接近段世香的则是一位朝鲜籍的外先生，是朝鲜前驻越南大使之子李志贤。每拍一支影片，约有400令吉的酬劳。毫无拍片经验的2人，工作内容就只是到街上去恶整路人，由摄影师拍下路人错愕的表情，算是相当简单又高报酬的工作。对于因为离婚而不得不在吉隆坡从事性服务的西蒂来说，拍摄一支整人搞笑影片的收入，相当于他在情色按摩工作4天的所得。詹姆斯还曾特别叮嘱他专心练习整人，其他的不要过问。而段世香曾经报名过越南的明星海选，积极经营社群平台，怀抱明星梦。当他被带到警局的时候，甚至在职业栏直接填上演员。对他来说，有人愿意找他拍影片，而且酬劳不算太糟，当然是跃跃欲试。从他跟万先生往返的上百页网络讯息可以看到他对表演的执着，有时候被万先生挑剔了也会赶紧道歉，愿意重拍。最终马来西亚警方只逮捕了一名叫做李正哲的朝鲜籍男子，他的身份是被派往马来西亚赚取外汇的工人。他一直在马来西亚从事卧底工作，他曾试图为其他朝鲜人获得签证。2017年3月2日，他被无罪释放，并因证据不足而被强行驱逐出境。有4名北韩人于3月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罪名是2017年2月13日上午在吉隆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谋杀金正男，然后逃离机场。据调查，李在南、洪承学、吴志贤、吴中吉从当年1月31日开始陆续进入马来西亚，准备犯罪。这4名朝鲜籍男子均没有护照，所以他们的身份并不是游客，而且他们似乎是通过朝鲜提供的交通工具进出朝鲜，而不是通过机场。据信，李在南等人在刺杀金正男后约3小时登上飞往印尼雅加达的飞机，然后经迪拜和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逃往平壤。段世香和西蒂被收押进监。案发1周后，马来西亚卫生部总监诺西山在记者会上表示，机场金姓男子的身份不明，死因需待解剖后才能厘清。但是朝鲜当局却不这么认为。当时驻派马来西亚的朝鲜大使江哲强调，死者金哲为朝鲜一般公民，身份相当清楚明确，要求马方即刻归还朝鲜公民的遗体，未经朝鲜允准不得验尸，朝鲜也不承认验尸结果。但因为人是死在马来西亚境内，监视器影片也早就流传出去，全世界都在看马来西亚要怎么审理这起机场谋杀案。搁置朝方抗议，马来西亚的检警按照程序进行尸体相验工作，确认死因是有机磷中毒，特别是受袭的眼球 VX 毒剂含量超高，体内也残留大量毒素，心肺等所有器官更伴随肌肉异常紧缩而衰竭，
从遇袭到毒发身亡大约15至20分钟。但朝鲜却不这么认为，不但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不尊重朝鲜，时任驻华公使的朴明浩更直指这起朝鲜公民机场遇刺案完全是美国跟南韩携手共谋，试图栽赃嫁祸，污蔑朝鲜形象的戏码。为了死者到底是金哲还是金正男，马来西亚跟朝鲜大动肝火，互相驱逐了外交大使，关闭使馆，降下对方的国旗，更下令禁止对方的公民离境，面临断交的局面。就在两国斗法的同时，全世界都看过事发当日的机场监视器画面，有越来越多人透过照片比对的方式认出被毒杀的金哲，毫无疑问的就是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朝鲜的异常暴跳如雷，明显反映出其做贼心虚的事实。监视器里的嬉闹玩笑，其实就是一场演给全世界观看的政治谋杀秀。在金正男遇刺案件审理过程中，西蒂艾莎的律师团队提出，他并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谋杀，而是认为自己在参加一个恶作剧节目。2019年3月，在印尼政府的外交努力下，马来西亚检方撤销了对他的谋杀指控，他随后获释并返回印尼。段世香在案件中与西蒂艾莎一样，声称自己被蒙骗，以为是在参与一档恶作剧节目。2019年4月，段世香的谋杀指控被减为致人身体伤害的较轻罪名，他被判处3年4个月监禁，但由于他已服刑较长时间，并获得减刑，最终于2019年5月释放并返回越南。出狱后，段世香出现在富士电视台，再次声称他认为自己在拍摄恶作剧影片。与他接触的外先生自我介绍为韩国娱乐制作人。在刺杀前2天，他被指示在双手上涂抹婴儿油，同时遮住目标的眼睛。在审判中，闭路电视录像显示段世香也对其他人恶作剧。无论真相如何，段世香和西蒂艾莎都被释放了，没有人因谋杀而受到惩罚。最终，金正男的灵体也被送回了北韩。想必金正恩只有在确确实实看到了金正男的灵体后，才真正的感到安心。其实，金太阳们的这种派遣特工在海外暗杀重要人物的事件并不罕见。李汉英是金正日的情妇程慧琳的外甥，1982年在瑞士留学时前往韩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取得在韩居留权，并在1995年还协助其在莫斯科的母亲程慧郎脱北。同时，李汉英经常批评金正日，还写了揭露金正日私生活的《金正日贵族世家》一书，引起了金正日的不满。1997年2月15日晚，李汉英在韩国被枪击，伤重不治身亡。同年10月，韩国成功逮捕一对来自朝鲜的夫妇，2人承认刺害李汉英，又称在回国后他们会被朝鲜当局赋予英雄称号。这并不是金正男第一次被暗杀，在此前就有金正男被暗杀的传闻，只不过之前的几次都没有成功。据报道，金正男在2010年澳门的一次事件中被怀疑是暗杀目标。2012年与2013年都有报道称，金正男可能在北京或其他中国城市遭遇了暗杀。其实从金正男被暗杀后，马来警方从他的背包中发现了解药来看，金正男肯定在此前遇到过不少暗杀，从而才会有如此充分的准备。但如此专业的解药并不是一般管道可以获得的，所以他可能得到了来自中国或者是哪一方的指点，才能做好相应的对策。事实上，金正男在中国澳门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金正男在遇刺前也是准备飞往澳门。如果没有中国方面的许可，像他这种人物是不可能被允许逗留在中国的。在金正男遇刺后，他的儿子金韩松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提到了中国政府以及荷兰和美国，因此有人预测金正男在世时会在中国的支持下与张承泽和朝鲜侵华将领一起对他的弟弟金正恩发动内战。传闻张承泽有计划任命金正男为新政权的领导人，中国有可能将其视为朝鲜政变时可以使用的一张牌。据日本 NHK 报道，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2012年访华期间，在北京单独会见胡锦涛，
并表示有意提名金正男为接班人。这一消息被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窃听后，报告给了金正恩。最终，2013年12月，张承泽被金正恩以叛国罪清洗。3年后，金正男又被暗杀。周永康2015年因贪污罪、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泄露的国家秘密就是他给金正恩通风报信。与金正恩同父同母的金正哲已经多次表明，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从而获得了金正恩的信任。因此，如果金正恩会被清洗，唯一可以接替他的人就是同为白头山血统的金正男。正是因为如此，金正恩才会觉得金正男会威胁其政权，因为他并不像金正哲一样一直在自己身旁表明忠心。金正恩不得不暗杀金正男，但张承泽暗中阻止了金正恩的暗杀图谋。据传，当暗杀金正男的企图失败时，金正恩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警告。因此，金正恩决定，只要张承泽还活着，他们就不能对金正男做什么。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张承泽，才能清除阻碍刺杀金正男的因素，最终成功刺杀金正男。金正男遇刺后，中共军队向中朝边境第一线的哨所增加部署1000人，以防有突发事件。另外，从朝鲜进口的无烟煤被退回。据报道， 1.6万吨朝鲜进口炼钢无烟煤因汞含量超标，被浙江温州口岸退回。中国是为数不多接收朝鲜出口煤炭的国家，此前也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这些反常表现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共当局对金正男遇刺的不满。金正恩之所以要对金正男下手，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根据2019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推动朝鲜流亡政府的自由朝鲜领导人阿德里安·洪昌曾多次接触金正男，并多次与金正男接触。尽管金正男以不想参与政治为由拒绝，但可以推测，金正恩得知这些情报后肯定感到了威胁。首尔的一位高级情报人士表示，国家情报院一直在金正男生前定期给他钱，金额虽然数额不大，但也算是生活费了。他表示，美国和日本的情报机构也独立地向金正男提供了资金，而金正男则向他们出售信息作为交换。据报道，金正恩知道此事后心急如焚，于是下令暗杀。无论怎么样，金正男是唯一获得过祖父金日成与金正日双重认可的白头山血统后代。祖父金日成的那句“正男应该领导民族”才是金正恩最大的心结。白头山血统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另一个必须消失。这是白头山家族永远都逃不出的诅咒，也是此后必将再次上演的戏码。